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2020年的8月3号，礼拜一啊。据报道，新冠病毒气溶胶传播可能是一种真正的风险。几周前呢，在200多名研究人员的敦促以后呢 ，WHO 承认了这个问题。但是这个组织坚持认为，飞沫传播就是新冠病毒传播的主要方式。有一项新的研究考察在2月初在日本被隔离的钻石公主号邮轮的封闭环境的新冠病毒是如何移动的，发现气溶胶传播的现象呢，可能比研究人员此前认为的更为严重。在2月初，钻石公主号它的邮轮是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备受关注。当时的日本当局在横滨港隔离的这艘船，希望控制船上的新冠肺炎的感染。最终，船上3711名乘客中有712人确诊。到钻石公主号靠岸的时候，已经有14个人死亡。这艘船一直是一些研究的主题。最新的研究可能会证明，新冠病毒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应该是寻求遏制新冠病毒爆发的当局的真正担忧，那就是气溶胶传播。WHO 几周前承认了新冠病毒有通过空气传播的风险，但仍然坚持认为，说话、打喷嚏和咳嗽时喷射出的较大的唾液飞沫是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而钻石公主号的新研究表示，它可以量化邮轮内部的气溶胶传播。研究人员最近证明，能够漂浮在气溶胶中的病毒一旦到达细胞就能复制。这说明病毒可以在空气中生存，在那些水分蒸发后成为气溶胶的微滴中，而且比较大的这个唾液液滴呢，能够落在表面和人身上，漂浮的时间更长。另一项不同的研究提出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结论：身高6英尺，就是1.82米的人，他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呢高2倍。哈佛大学和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他们联手进行了一项研究，试图建立了新冠病毒在船上的传播模型，并得出了结论：气溶胶传播在钻石公主号新冠肺炎疫情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项研究还没有经过同行的评审，但是已经通过了《纽约时报》在线发表在了这个 MedRev 上。那么研究人员他们进行了2万多次的模拟，考虑到了这个钻石公主号它的新冠病毒疫情的各种特殊性，包括社交互动模式病毒在表面的存活时间啦，人嘴里喷射出的颗粒大小，以及它们在空气中的行为。超过了130次模拟得出的结论与船上真实发生的情况相似。研究人员观察了最现实的情景，计算出了各种病毒传播方式的重要性。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较小的飞沫主要负责邮轮上的病毒传播，而近距离和较远距离的新冠感染中占了60%。媒介物传播呢，就是触摸相同的媒介物呢，它的作用比较小。许多人都认为空气传播正在发生，但是没有人有这个数字。那么这些小飞沫的贡献是什么呢？到底是5%呢，还是90%？那么这些研究得出的数字呢，还是没有得到一个真实的一个估计。至少在研究这个邮轮的时候呢，没有得出准确的结论。到目前为止，研究人员证明，对于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传染病来说，气溶胶传播是真实存在的。气溶胶病毒载量具有传染性，气溶胶传播可能是钻石公主号疫情爆发的主要驱动力，但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这些研究应该接受其他专家的适当审查。很高兴的知道搭载2名美国宇航员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的2号返回地球，降落在了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海岸的附近，完成了首次载人的太空任务。在国际空间站停留约2个月以后呢，这个龙飞船它的1号离开了国际空间站。美国东部时间2号14点48分，飞船落入了佛罗里达州附近的墨西哥湾。降落点回收船已经准备就绪，他们打捞这个飞船。龙飞船呢，我们记得是在5月30号它搭乘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猎鹰9号火箭，从佛罗里达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将宇航员这个道格拉斯·赫尔利和罗伯特·笨肯送往国际空间站。这是飞船首次由私营公司运送美国宇航员从美国本土
往返空间站。这礼拜天啊，2名美国宇航员成功的返回地球，他们乘坐的 SpaceX 龙飞船执行了2个月的任务。那么宇航员罗伯特·贝肯和道格拉斯·赫尔利，他们在下午已经在佛罗里达州的西海岸登陆了。他们是避开了正在该州大西洋海岸移动的危险的热带风暴伊萨亚斯。奋进号呢是太空穿梭机推以来第一次载美国人进入太空轨道的飞船，而这2个人5月份从佛罗里达州升空，是2011年以来美国宇航局首次从美国本土发射宇航员，也是商业开发的航天器首次将人类送入轨道。在重返大气层的时候啊，这马斯克够牛的啊，他龙号这个太空船的轨道每小时是28000，降到了560公里，最后是降到了24公里。超过了40名工作人员，他们在 SpaceX 回收船上，其中包括计划对2名宇航员进行检查的医生和护士。美国宇航局的就是 NASA 的宇航员啊，他们最后一次从太空返回水面是1975年7月24号，在太平洋地区，那是降落最多的地方。在 SpaceX 发射之前，美国近年来一直依靠俄罗斯的火箭将宇航员送入空间站。这家私营公司正计划在9月底进行下一次发射，这一次是4名宇航员将会进入空间站，执行为期6个月的任务。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有一位美国的朋友问我，虽然我也是美国的朋友，如果中美开战，你会帮美国还是帮中国呢？他说我不知道你会帮谁。那我回答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会帮谁。我们知道移民美国的中国人啊，在成为美国公民的时候呢，有一个仪式，那就是宣誓。宣誓的大概内容是当国家有困难的时候呢，当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你会站出来拿起武器保卫美国。以下大概是用一些我所想到的美国公民的誓词啊，不是很精准啊。就是说我在此庄严宣誓，完全放弃这个公民身份和我以前所属的任何外国王子、君主国家或者主权的效忠，支持和捍卫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和法律，反对一切外国和国内的敌人。我将真正效忠于美国，当法律需要时，我将拿起武器保卫美国；当法律需要时，我将为美国做非战斗性的兵役；当法律需要时，我将在政府官员的指导下为国家做重要的工作。我在此自由宣誓，没有任何心理障碍，没有任何借口，也没有任何保留，请上帝帮助我。无数的新入籍的美国人正是因为有着这个誓言，那么很多的美国华人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让人魂系梦牵的问题：假设美国与中国开战，你是帮助美国还是帮助中国呢？比方说你出生在中国，你的亲戚和父母都在中国，而你生活在美国，回答这个问题真的是比较困难。比方说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是美国人，那么你的孩子是混血儿的时候，回答这个问题就更加困难。其实呢，从川普上台和多年的白宫统治就可以看出，川普虽然天天在口头上挑衅，但是他在行动上真的是反对战争。也就是这个原因，那么军火商呢很讨厌他。众所周知的是，博尔顿呢是美国著名的鹰派代表，也是战争的倡导者，但是川普呢和他的关系非常紧张，并且最终把他从白宫中开除。可见啊，川普并不喜欢战争，也不是个战争狂人。别忘了，川普就是个纯粹的商人，而商人一般都是以利益为中心的出发点的，而中美之间的战争，不管是什么战争，都会损害双方的利益。当然我们知道川普不希望看到经济受损了。那接下来看看，如果拜登入驻白宫，他会不会成为战争狂人呢？事实上，拜登在公众眼中呢，并不是一个鹰派的暖男。在1997年，拜登呢带头推动参议院批准了化学武器公约，并且支持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努力。1999年，他试图推动参议院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但是没有成功。过去他一直不喜欢武力和战争，而在对华的关系上，无论是作为副总统还是参议员，他都没有说过要做一个强硬派。好吧，那么既然中美看上去好像打不起来，那么大家还是安心吧。
那么让我们能够尽大的努力来消除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隔阂吧。每一个人啊，都衷心祝愿中美之间不发生战争，也是希望中美两国人民友谊长存。理论上是世代友好，但是好像一夜间，余茂春从名人就变成了汉奸。我们仔细推敲一下啊，余茂春真没有资格做汉奸，这是因为他已经拥有了美国的国籍，严格来说，他只能做美奸。中国是余茂春的母国，但余茂春现在是美国人，他接受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邀请，充任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顾问，为美国服务，是他身为美国公民承担责任的表现。对于故国或者母国，如果过去曾留下美好的记忆，并且一直保持这种美好的印象，他可能从情感上会更亲近母国。如果过去留下来都不是好的记忆，或者在此之后的印象变差变坏，那么他可能从情感上也会拒斥母国。但是作为一个美籍华人，这些都不影响他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向所属国家政府提供政策咨询。余茂春是一名专业人士，蓬佩奥向他提供了一面体面的工作，他发挥专长，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仅此而已。余茂春在对华政策中发挥的作用可能很大，也可能很小，取决于他的专业能力和洞察能力，但他绝对不能左右甚至决定美国国务院对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而且美国国务院啊，在整个美国国家政府的体系中呢，虽然地位突出，但并非是对华政策制定的唯一部门，甚至不是决策部门。在整个美国政府体系中呢，余茂春的角色很小，比他有分量、说话管用的多的是。然而这些都还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是中美关系的演变发展绝对不是任何美国人的个人思想、研究成果或者政策建议所能决定的，而是由两国的政府长期以来奉行的内外政策碰撞的结果，是由各自国家如何使用自己的力量或者权力，如何将自身力量和权力投射到国际社会，以及双方以何种方式互动的结果。过于强调余茂春的角色和作用，就好比一个人在哪儿都受到不良待遇，然后拿自己无辜的孩子撒气。不少的网民甚至是网络暴民将中美关系恶化归咎于一个拥有中国出生和成长背景但已经拥有美国国籍的华人，对他无限上纲上线的进行批判，甚至破口大骂他汉奸，甚至把他的名字从纪念碑上刻除，是不是有点挫骨扬灰的意味呢？事实上，对于余茂春的斥责啊，并不是孤立的现象。随着中美关系从建设性接触向全面战略竞争，直到再次冷战转变，许多人心态失衡了，失去了起码的教养，对中美交往中的个别人进行标签化的处理，人格侮辱、任意谩骂，是缺乏风度的表现。无论余茂春他是还是什么人，都没有能力和资格充当美中关系恶化的决定者的角色，他们都只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本分，是作为智库研究者或者国家政务官向自己的国家效力，无可厚非，更不宜乱泼脏水。更重要的是，如此做不仅于事无补，而且更是缺乏外交技术含量的表现，只能使中美关系坏上加坏。与其这样，倒不如将时间花在研究中美关系到底是为何走到这一步的，分析其中的点点滴滴，并探讨如何从各个方面遏制中美关系恶化的势头，以更好的维护和实现国家的利益，维护和实现人民的福祉。与其这样，倒不如寻找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研究如何克服中间的问题，为中美的关系和国家的未来来缔造光明的前景。但是无论如何，请守住体统，不能将中美关系恶化的重罪加于一个拥有专业背景的外国华裔头上，他担不起这个责。更关键的可能是，这么做以后，在产生极大的快感之余，会忘记扭转中美关系的全面次冷战的态势，真正应该做的是什么？2020年啊，
这个庚子年真是毫无悬念地成为极不寻常的年份，每一个人会永久地记住它。那么中国国内国外的大事件连珠炮般的一个接一个，让人目不暇接，真是惊心动魄。头号的大国美国历来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它的一举一动呢，就牵动着全球人的目光。除了已经或正在发生的这个新冠肺炎暴增，而且居高不下，股市曾经发生过世纪性暴跌、熔断，蔓延到了大半个美国的空前骚乱，还有即将发生的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由于2年来的全球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尤其是中美2个贸易大国的短兵相接，再加上2019年的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的爆发，蔓延全球，导致全球的经贸基本停摆，全球经济受到致命的冲击。而这一特殊时期的总统大选，无疑更具有特殊的意义。还在持续的疫情让川普执政3年来的骄人成绩几乎归零。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川普的支持率明显低于对手拜登了。美国这艘大船是不是会迎来一个新的掌舵人呢？是不是还会延续川普的美国优先的治国策略呢？川普能不能成功连任呢？成为人们讨论的热门话题，而且会越来越热，至少在11月份之前。现在我把不同的观点大概归纳一下大家考虑一下。第一呢，认为川普可以连任的观点是什么呢？第一，4年前希拉里和川普对决，民调无敌，那么希拉里呢当总统几乎板上钉钉，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是川普胜出。从现在拜登的表现，他还不如希拉里，他好像当选呢，除非是真的有神助攻。第二，美国的大选将在川普和拜登之间进行，而川普是否能够连任，既取决于自己，又取决于对手拜登。而在拜登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第一时间，就收到了大礼包性骚扰指控。当然，这不一定是川普送的。而这个性骚扰发生在27年前，那么过去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没有任何实质性证据。这个不痛不痒的指控不会对拜登有任何影响，可是确实给拜登的反对者一个信号，叫做苍老的躯体包不住年轻躁动的心，拜登性骚扰黑料绝对一找一大堆。这可是拜登第3次参选了他从政非常的经验丰富，而他更丰富的丑闻黑料可能让他再次上不了台面，也上不去总统宝座。那么第三呢，拜登不仅遭遇了性丑闻，还陷入了腐败的指控。亨特·拜登是拜登的2儿子，从2014年以来呢，一直担任的乌克兰最大的私人天然气公司叫做 Burisma 的控股公司董事会成员，月薪高达5万美元。纽约时报说，亨特·拜登呢，当时在乌克兰缺乏任何经验，并且因为可卡因的检测呈阳性，被美国的海军预备队开除。如果深挖下去，美国人会选择一个既好色又腐败的人当总统吗？据媒体频繁爆出的信息，美欧政客在国内成熟的法治环境约束下呢，他们很难靠权力来谋利，但可以利用影响力在外谋利。比如其他国家会在争取他们支持方面请他们的亲友挂名某个经济实体，拿干股或者给予高薪酬，甚至专门设立空壳公司给他们干股报酬等等。然后在有关国家国内出现问题时，让政客们为他辩护或者袒护，诸如此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俘获了老油条政客，污染了政治环境，这也是近年来政治正确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之一。绥靖和政治正确已经发展到了侵蚀美欧社会根基的地步了。具有政治参与广度的美国人支持政治素人川普，抛弃老油条政客、政治投机分子，不是偶然的。第四呢，根据拜登出现过老年痴呆的症状在多次集会发表演说呢不知所云，还说色话，比如说美国人有1亿多人死于传染病等等，还被川普戏称为瞌睡虫。总统大选呢有几场单独的辩论十有八九拜登会败于辩论上。第五，川普会连任。从年龄上说呢，川普比拜登年轻好几岁，这很重要从政绩上说，川普基本上兑现了4年前对选民的承诺，确实做到了退一些群、减很多税、修边境墙、打贸易战、涨美国股等等。
这在有反权威、厌恶政客的美国人看来是炎炎夏日里的清流。但是认为拜登能够击败川普的关键是什么呢？第一，今年的情况是民调显示很多摇摆州现在是翻蓝了，甚至有的红州变摇摆了。拜登在各项民调都对川普有2位数的领先优势。那么红州和蓝州啊，当然是指美国近年来选举得票州啊分布的倾向，红色代表共和党，蓝色代表民主党。而川普呢，应对疫情呢实在太差了，兰州大城市疫情最严重。另外前一阵子弗洛伊德这个事儿极大刺激了少数族裔的投票热情，而一向投票率奇低的，就好像只有30%啊，远低于50%左右的平均投票率的少数族裔呢，是民主党的铁盘。总之，兰州的大城市里为了自己小命考虑的，很难容忍川普再干4年。只要他们投票率比16年高，那么川普就没机会。第二，很多人认为呢，喜闻乐见的川普是个二货。但是很不幸的话，他不但不是二货，而且他还很精于计算，规划能力很强，是个洞察力和执行力的领导者。再加上他刻意选择了一群不是老油条的政客充实到他的幕僚班子里，更是如虎添翼。那么有人觉得啊，目前的疫情、种族冲突会影响川普连任，尤其是他前段提出的要军队镇压啊，导致了民意的下降。那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是怎么竞选上台的吗？当时法国也发生了类似的今天美国的暴乱，也是一个黑人死亡导致的。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坚持和平处理，迟迟没有行动，而内政部长萨科齐坚持武装镇压。在大众实在受不了无穷无尽的暴乱之后，萨科齐果断出手，为他在今后的竞选中加分不少，成功当选法国总统。这一点啊，川普应该很好的参考一下。当然了，我摆出的这些理论和条例只是过去发生的，那么未来3个月很可能会刀光剑影，更多的新料会爆出。那让我们作为美籍的华裔，作为在美国的观察关心美国政治制度的人来说，拭目以待吧。派 TV 欢迎订阅，我们明天见。